最常见的15种山草药，你认识几种？第一，钩藤。朋友们，这个是钩藤，它是茜草科钩藤属的植物，它有2大古怪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它的茎叶处会长钩子，特别像鱼钩，所以它也叫吊钩藤或者金钩草。第二，古代的小偷会让它去偷酒，并不是说用钩子去钩，而是钩藤的茎是中空。《本草演义》曰：钩藤中空，长8、9尺或1、2丈者，小人有以斜细尖至酒瓮中倒取酒，以气吸之，酒既出，辗转不断。关于钩藤，你们知道还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吗？第二，野菊花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野菊，是一种很常见的菊科植物，却有4大不为人知的价值。第一，它的茎叶可以提取蓝色素，是一种天然的食品着色剂。第二，在农业生产中可以用它做杀虫剂。将野菊花茎叶以后，可以用来对付孑孓、蝇蛆等害虫。第三，它也是一道美食，民间的野菊绿肚汤、野菊喷桂鱼都是一种佳肴。另外，它也可以用来酿酒。第四，将它的花晒干，也可以用来做枕头，柔软舒适，清香四溢。而平常老百姓一般是采它的花用来晒干泡茶，是非常适合秋季喝的一种山野佳饮。不知道大家喝过没有？第三，紫花前胡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紫花前胡，它是伞形科当归属的植物，这边也叫它野当归。它开的花像一把伞一样，它的叶子有一点像鸭脚，所以它也叫鸭脚板。我们把它的根挖出来，它的根长得有点像当归，是中药里的前胡。除了药用，它的嫩叶也可以做菜吃。另外，它的种子可以提炼芳香油，也可以作为调味料，具有一种芳香气味。不知道你们那里土话叫它什么？第四，铁篱笆。大家看，这个植物叫铁篱笆。为什么叫铁篱笆呢？因为它的木材十分坚硬，并且长满了刺。在以往的农业生产中，常被栽培做果园或菜园的绿篱，防止人畜践踏或突倒，并且它能够长得很高。当高达2到3米时，可以砍伐上面的部分，留下面1.5米，然后将砍伐的枝条压边在下面，形成鸡狗不入的铁篱笆，所以叫它铁篱笆。它是鼠李科马家子属的植物，有的地方也叫它马家子。不知道你们那里土话叫它什么？第五，杨咩香。有朋友说有一个草叫杨咩香，好像很火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？我手中的这个就是杨咩香，它的学名叫狸尾草。为什么叫狸尾草呢？因为它开花以后，花长长的，很像狐狸的尾巴。民间一般用它来煲汤或者煮水喝。具体的用法就是我们取15到20克左右，用来煮水或者煲汤。煲汤的话就是放瘦肉或者说猪肝都可以。像这个草喝起来味道有点清甜，很好喝。不知道你们喝过没有？第六，艾纳香。朋友们，这个植物名叫艾纳香，它是菊科艾纳香属的植物，它有4大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可以用它来提炼艾油，因为它是一种芳香植物，提炼出的艾油具有独特的香味，广泛用于香料或化妆品中。第二，它是提炼冰片的原料之一，具体的提炼方法是采它的茎叶，经水蒸气蒸馏并重新结晶获得。第三，也可以采它的新鲜茎叶提取艾片。冰片和艾片都是半透明的结晶状的物质，同时都具有芳香气味。那怎么区别它们呢？冰片的结晶是片状，而艾片的结晶是块状或者颗粒状。第四，云南这边瑶族叫它大白艾，古老的时候是用它来引火的。
具体的做法就是秋天采它的叶子做成艾绒，然后和那个松油混合晒干，放入竹筒，用它来引火。特点是持久耐用，不知道你们那里是怎么用它呢？第7，野党参。大家看这个植物的叶子长得像颗星星，它的柄比较长，这就是我们这边大名鼎鼎的野党参，它的学名叫金钱豹，是桔梗科金钱豹属的植物。为什么以这么凶猛的动物名字命名它呢？因为它开的花里面有那个紫色的豹纹，所以叫它金钱豹。像它的果实成熟以后是紫红色，是可以吃的，吃起来有点清甜味。我们这边通常是挖它的根部用来煲汤，它的根长得像党参或者人参，如果碰上了它，也会像那个四叶参一样流白色的浆汁。这边赶集的时候，像这个野党参的根部啊，它是卖的比较贵的，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？第8，五指毛桃。朋友们，这个是五指毛桃，因为它的叶子长了5个角，所以叫五指，和它的果子啊有点像毛桃，所以叫五指毛桃。其实它和桃没有任何关系，反而跟无花果有近缘的关系，因为它们都是桑科榕属的植物。五指毛桃和无花果有几个共同的地方。我们摘这个五指毛桃的果子，把它掰开以后，会发现里面的结构和无花果很相似。其实五指毛桃也可以叫无花果，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它的花，它的花也像无花果一样是开在果实里面。第二个，我们摘无花果的果子或者摘五指毛桃的果子，它们都会流那个白色的浆汁。像这个五指毛桃，我们是采挖它的根部用来煲汤，而这个无花果，我们是吃它的果子。第9，盐肤木。朋友们，这个是盐肤木，现在它开花了，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植物，有6大有意思的地方。第一，它的花序宽大多分支，并且蜜粉优良，能够为秋繁的封唇提供优良的粉和蜜。第二，它的树皮表面会结晶出盐，可以直接食用，所以它也叫墨盐树。第三，它是五辈子蚜虫的寄主植物，在幼枝和叶子上形成虫瘿及五辈子，是一种价值很高的东西。第四，它的茎叶中富含氮、磷酸、氧化钾等，每年可割青多次，且枝叶柔软多汁，易腐烂分解，是一种产量高又营养的绿肥。第五，它的果实可以吃，酸甜可口，还可以榨油。第六，进入秋冬季，它的叶子会变成鲜红色，色彩绚丽，是一种优良的观叶树种。第10，土茯苓。很多朋友说什么是土茯苓？这个就是土茯苓，它是百合科拔掐属的植物，它的学名叫光叶拔掐。拔掐我们知道它是金刚藤，有很多品种，只有光叶拔掐的根茎才能叫土茯苓。它是味甘淡平。有的朋友说我买到的土茯苓为什么是苦的？那么它肯定不是光叶拔掐的根茎。我们怎么吃这个土茯苓呢？就是挖它的根部，用来煲汤或者煮水喝。第11，地锦。大家看我身后悬崖上的植物叫地锦，它是葡萄科地锦属的植物，它有5大独特的价值。第一，它成熟的果实中含丰富的天然红色素，色泽鲜艳且稳定，可以用于食品的着色。第二，它的茎须接触附着面后会分泌粘性物质，粘性和承载力都比较大，可以通过开发研究出新型的天然粘合剂。第三，它是一种垂直绿化植物，病虫害少，并且垂直攀援时不需人为去固定，对建筑物有遮阳、加湿、降噪的好处，能够有效地缓解热岛效应。第四，它很美观，春夏叶色翠绿，秋季红叶似锦，冬季枝条凸起，由于雕版画。第五，地锦结实性好，产量高，不光是鸟类的食源，
还可以用来酿酒。你们了解了吗？第12，威灵仙。大家看，这个开着白花的植物叫威灵仙，它是毛茛科铁线莲属的植物。现在它的花散发着一种浓郁的香味，很好闻。为什么叫它威灵仙呢？相传古老的时候有一个寺庙叫威灵寺，是他们的和尚最先用到这种草，并且老百姓觉得比较灵验，所以叫威灵仙。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的根部，我们把它的根部挖出来，有点像老虎的胡须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老虎须。像它的根断了以后，里面会露出一颗木星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土话叫它什么？第13，鹰不扑。这个植物有一个古怪的名字，叫鹰不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全株上都长满了刺，鹰不能去扑它。有的地方也叫百鸟不落或者鸟不站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说鸟儿不能站在它上面。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它不光这个叶子，还有这个枝，还有主茎上全是刺，好像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。现在它开了很多那个花苞，再过一阵就会开出白色的许多小花。像它是秋季一种优良的蜜源植物，在春天的时候它还没有长叶啊，它的枝头上会长一个嫩芽，是一种美味的山野菜，有的地方叫刺嫩芽，可以用它来焯水以后凉拌或者炒肉。而民间一般是用它的根部挖出来泡酒。你们那里叫它什么呢？